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隆重热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代表，肩负着约8500。上个星期9月18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级别非常之高啊！首先，会议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其次，在京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和包括政治局委员悉数参加。残疾人事业开创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如期，习近平啊、丁薛祥啊，其中丁薛祥还代表中共中央啊，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我看了一下那个会场的那个画面啊，那习近平啊，就那些政治局常委就坐在了第一排，那习近平坐在中间还会挥手呢啊。第二排呢，坐的主要是政治局委员，你比如说中宣部的部长李书磊啊，就坐在第2排的中间的位置啊。那残联自己的领导，包括张海迪，也包括这个残联的名誉主席邓普方啊，都没有资格坐在第2排的中间呢，只能坐在第2排非常靠边的位置啊。那邓普方在哪儿？我的画面中间我仔细看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找着。后来我是看到外电的报道说，邓普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啊。那你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级别之高啊！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下，一共有5大联合会啊，妇联、残联、青联、文联和侨联。这5大联合会啊都非常之重要啊，级别也都非常高啊。你别看它表面上看是民间社团组织啊，其实都是中共权力体系中间的一环。你比如说妇联的名誉主席，那过去是宋庆龄，那国家主席啊。那残联也不一般呐，残联所有的名誉主席都是副国级以上啊。你比如说他早期的名誉主席是王震，后来改成了李瑞环，那李瑞环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就是正国级嘛。08年的时候，邓普方卸任残联主席，当选了残联的名誉主席，他同时就当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也是副国级待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些民间社团，实际上啊，它的那个影响力啊，并不亚于国务院的一个部委，他们事实上也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啊。当然了啊，这个残联之所以非常重要，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残联是邓普方创立的，而邓普方啊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普方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创立了残联之后啊，他一生都在残联工作，一开始当残联的主席，后来又当选了残联的名誉主席啊。从他创立残联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啊。这次残联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从9月18号开始，一直开到了9月20号。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啊！在9月20号闭幕的时候，他宣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人事任命啊，就是张海迪卸任，邓普方卸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名誉主席。按说啊，这名誉主席啊也没什么任期制啊。邓普方今年是79岁啊，其实也比习近平仅仅大了9岁啊。按道理来讲，他如果再干个10年8年啊，也是情理之中。中国有很多这种很多这种民间所谓的联合会啊，这种名誉会长啊，确实基本上都是一些人终身来当啊。所以邓普方被这个解职这个残疾人联合会的这么一个名誉会长啊，就引起了外电的广泛联想。而接替邓普方的呢，叫杨小渡。这杨小渡呢，原先是个国务委员，也是一个副国级啊，又不是一个残疾人。所以让他来取而代之这件事情啊，就充满了意味深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邓普方被解职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这个新闻啊。首先我们来讲一讲邓普方跟中国残联的故事啊。邓普方出生在1944年的太行山的左权县，当时啊，邓小平跟刘伯承啊同时在八路军的总部工作啊。这2个人呢，都是当时中共的非常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啊。他们一方面指挥打仗，同时也没忘记生孩子，几乎在同时，他们各自生了一个孩子。当时邓小平啊，就想给他自己这个长子起名叫太行，因为他一直驻扎在太行山嘛。结果呢，刘伯承抢先一步啊，给自己的孩子命名为太行了，所以邓小平就没办法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太行了，他们只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胖胖。话说啊，邓小平啊，有一天就把刘伯承请到自己的家里，说：“你看，你的孩子起名叫太行了，那我们的孩子叫不了太行了，怎么办呢？你给起个名吧。”刘伯承沉吟片刻，就拿笔在纸上写了4个字：“朴素方正。”于是呢，朴方这2个字啊，就成为了邓小平长子的名字啊。而且这朴方的声母和韵母啊，结合在一起，还跟那个胖胖是一样的。应该说啊，这个名字起的还挺不错的啊。
建国之后啊，邓朴方就跟着邓小平在北京生活啊。当年啊，学核物理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啊。后来他就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核物理专业啊。那一转眼就到了1966年啊。这一年的6月1号啊，邓朴方跟自己的同学到大渡河畔啊搞这个四清运动。返程的时候啊，在火车上他们就听到了毛泽东啊那篇著名的演讲，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呐，也就是这个文革啊就即将拉开了大幕啊。大家都知道啊，北京大学跟文革之间的渊源非常之深呐。从某种角度来讲啊，实际上文革就是从北京大学啊爆发的。北京大学有一个哲学系的老师叫聂元子，这聂元子啊，在1966年写了一篇大字报，叫《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篇大字报受到了毛泽东的钦点啊，于是呢，聂元子啊当时飞黄腾达，也预示着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啊。邓朴方回到北大的时候呢，北大也开始夺权呢。一开始他被当选为他们系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啊，也算是风光一时啊。因为最开始的文革的时候啊，其实就是高干子弟搞起来的，包括红卫兵这个名字都是他们起的啊。但是很快，这些红卫兵的这些头头们就发现，他们自己的父亲就在这种权力斗争的过程中间被打倒了，邓小平也不例外啊。所以邓朴方在北京大学很快也就失势了。当时北大的那些造反的小将也经常把他看起来进行批斗。而江青那个时候啊，对北京大学也是青睐有加。1966年的时候啊，他当时来到了北京大学，就在5·4操场上召开北京大学啊教师和学生的这个会议啊，其实是搞动员啊。在这个会议过程中间，有一个学生，就生物系的学生，叫樊立勤。这个樊立勤呢，就到台上自己直接发表演讲。江青当时说有没有这个不同意见的，他就直接上台了。他在演讲过程中间就讲，他说现在工作组啊，他工作方式不对，你把矛头对准了学生，而毛主席说了，学生都是革命的，不能对待学生。他这篇演讲当时在学生里头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当时啊，其实邓朴方也就坐在了台下。据有关回忆啊，邓朴方在台下的时候啊，他在犯嘀咕，他说了2点。他说啊，毛主席这么搞下去啊，肯定是骑虎难下，就把很多老干部都打倒啊。另外一个呢，他就讲到，他说江青这些人呢，别看现在这么猖狂啊，将来肯定下台，下场会很惨。然后呢，他这句话就被人反映到了江青那里头啊。我看到回忆录里头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不是在这个会议中间讲的，而是邓朴方由于被这个父亲被打倒啊，他自己在北大也被其他的同学啊批判啊批斗啊，他非常苦闷。那个时候他就喝酒，有一次喝酒之后呢，他带着他的这个朋友啊，在北大那个未名湖旁边有个小山嘛，那个山呢里头树林子里溜达，就跟这个同学讲的。结果这个同学就打小报告，把他这个说江青的这些话全部汇报上去了。由此呢，就给邓朴方带来巨大的厄运。就同学们就开始不停地批判他，就把他关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啊那个体育馆里头。关了几个月之后，据说邓朴方摔倒了之后还摔伤了啊。然后就有一天的晚上，这些造反派的人呢，就把邓朴方抓起来之后，就塞到了一个汽车里。这个汽车啊，这个窗户什么的都给糊起来啊，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军车嘛，后面那个斗子里架了一个架子，实际上他哪也看不见啊。这个汽车呢，就开了很远很远的路，很远很远的路，他就只知道在不停的开车，然后最后呢停到一个楼里了，就把他关在了这个楼的3层。事后知道啊，实际上这些造反派啊，把他这个北京城里头转来转去啊，转了几十公里啊，最后又把他拉到了北京大学东门之外的物理系那个楼里头。其实还在北大的范围内，只不过在北大院墙外面的那个物理系，但实际上呢，让邓朴方误以为他已经被拉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关押了啊，在这里对他进行继续批斗。1968年的7月28号这一天啊，邓朴方呢就从北大物理系的3楼就跳了下去。关于他跳楼这件事情呢，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邓朴方以死抗争，他写了一封绝命信呢，说他无限忠于毛主席，但是不堪忍受这种情况就跳楼自杀了。另外一种说法呢，他是被人从3楼推下去的。这2种说法现在啊，其实没有一个定论啊。他从3楼掉下去的时候，中间被铁丝刮了一下，所以他当时是身体啊先挨到地，挨到地上之后呢，就直接摔在了地上啊。
由此就造成了高位截瘫啊。当时呢，一开始把他拉到了北医3院治疗，后来又拉回到了北大医院治疗啊。当时呢，北大医院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据樊立勤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啊，邓普方有一次啊，就自己啊用那个残疾人那个3轮车啊摇着啊，就从北大一直开到了中南海那边，找到了他自己一个叔叔啊，也是实际上当时还在掌权的中央的领导吧。就在这位领导的过问之下，邓普方被转移到了这个积水潭医院治疗，后来又转移到了301医院进行治疗啊。结果在1年之后啊，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生就冲进了301医院，就把他弄到了清河有一个福利院里头。那个福利院啊，距北京很远，都是一些军烈属，还包括一些农民的那个老大爷什么之类的小孩子啊，就在那个里头关了1年多的时间。与此同时，差不多的时间，邓小平啊，当时以为党内失势了嘛，就被充军发配，搞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去工作。1972年的4月份啊，邓小平就给汪东兴写信。邓小平写信过程中间就说，他自己的儿子现在这种身体状况非常差，是吧？就希望能够把邓普方接到江西农场跟他一起生活。这一年的6月份啊，邓普方就被接到了江西的农场。据说啊，邓小平的这个夫人卓琳看到邓普方当时高位截瘫的那个状况啊，痛哭失声啊。在这个过程中间，都是邓小平一直在照顾邓普方，因为他的身体每隔2个小时啊要翻1次身。1973年啊，邓小平就复出了，又重新回到了北京。邓普方也跟着他父亲啊回到了北京啊。75年左右，他就在军队的一个部门里头啊就开始工作了啊。后来大家都知道啊，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很快就进入到了权力中心啊。其中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邓小平对江青这个恨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公案啊。其实，在江青抓起来之后要公审，那么在政治局会议中间呢，有人提议要把江青和张春桥这2个人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个主张啊，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我估计啊，邓小平肯定是把他自己儿子邓普方啊，当年在北大被高位致残这件事情啊，全部算在了江青头上啊。但是当时啊，陈云坚决反对啊。陈云说：“他说这都是党内斗争，千万不能杀人呐。更何况怀仁堂事件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已经是不符合规定了。说白了就是一个政变嘛。如果这个时候再杀人的话，不想向后人交代呀，而且对后代也不好。所以就在这种据理力争之下啊，邓小平后来同意把江青跟张春桥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也就留下了他一条命。后来在82年的时候，邓普方就到加拿大去治疗，就在他脊椎这地方打进去了钢板啊，所以身体状况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他回国之后呢，就创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创立残疾人联合会之后呢，他就当选为残疾人联合会的会长。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邓普方他们也搞了个叫康华公司啊。当时大家都说关岛啊，实际上指的就是邓普方的康华公司。所以在89年的时候啊，当时反关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反对邓普方他们搞的康华公司。当然，邓普方后来事后一直否认这一点啊。应该说，邓普方在这个残联的过程中间，还是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中国一共有8500万残疾人呐，过去连一个自己的组织都没有。而且这8500万残疾人啊，应该说在中国社会啊，生活的这个条件呢，也包括社会福利的状况都非常之糟糕。所以邓普方在残联期间又获得了很多奖，比如说联合国的那些人权奖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残奥会啊，实际上是归残疾人联合会管的。所以在08年啊，北京召开奥运会啊，之后就是搞了残奥会。这残奥会的执行主席就是邓普方，所以在残奥会的开幕式上，邓普方呢还出面发表了一个讲话。也就是这一年啊，邓普方当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同时呢也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从那一年开始啊，邓普方就一直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名誉主席，一直干到现在。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啊，那邓普方这一次啊，为什么会被从残疾人联合基金会的名誉主席这个位置上给弄下来啊？现在外界的普遍报道啊，都是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报他5年前的一箭之仇。这话怎么讲呢？就是5年之前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啊，邓普方是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呢，立刻就引起了外电的广泛关注啊。这个讲话大概讲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啊，他就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啊，就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实际上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啊，杀出了一条血路啊，不容易啊，克服了重重困难呢，克服了重重的制度的这么一个束缚啊，最终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而且这个改革开放啊，是在各个方面深深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大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邓小平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啊。与此同时，他还讲了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是一个非常长期而艰巨的这个过程啊，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要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发展好了，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什么意思啊？大家都解读说你现在习近平搞的东西就是妄自尊大，搞定于一尊吗？对不对？你党内其实也没有人能向你的权力进行挑战了，对吧？同时呢，在国际上呢，你也基本上就是这么搞嘛，是吧？过去邓小平讲韬光养晦，现在你上台之后呢，四面树敌，那你这不就是妄自尊大吗？其实中国的能力可能跟今天的美国并没有那种掰手腕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你却天天这么搞。这第一点。第二点，面对现在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他讲了2个。第一个是国内要发展，因为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因为邓小平呢反复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不发展肯定有问题，但是发展也会有问题，但是不发展的问题大多数都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时发展中间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发展解决。所以邓朴方讲的，今天中国的问题啊，实际要通过高质量的发展，对内啊要高质量的发展，对外呢就尽量营造一个和平共赢的国际环境。大家听到这句话弦外之音了吗？意思就是说，不要搞什么战狼外交，是吧？你要跟大家和平共处，大家合作双赢，不要四面树敌，就是这个意思啊。第3个方面就是要讲到要重视，要减少贫富分化，是吧？因为他是讲到这个贫富分化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讲的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并不表明在中国啊要长期实行贫富分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第4个方面就是重视人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啊。他这里头特别强调了文革时期给中国所造成的那样一个毁灭性的那个内容，尤其是在价值观层面，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一个信仰的灭失。而这种信仰的灭失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这4个方面的内容，邓朴方啊，其实这篇讲话呢，确确实实有些奇怪啊。如果你仔细看这篇讲话稿啊，前面都是宏观的在讲，一般的讲，然后后面贴了一部分残联怎么工作应该按照这个东西去执行，那意思给人感觉他是借着残联这个舞台啊，发表对中国政局的看法。按道理来讲，你一个残联的名誉主席啊，你只应该谈残联的工作嘛，按照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但邓朴方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就被人当作是邓家在对习近平现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不满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他这篇讲话刚出来之后啊，在那个残联的网站上很快就被删掉了。然后事隔不久，香港的南华早报啊才把这篇讲话的全文啊给刊登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樊立勤。樊立勤是邓朴方的终其一生的密友嘛。他在2018年的5月4号还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那地方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啊贴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用说了，天天都贴大字报。第2个贴大字报的时期就是8964时期。那时候也是铺天盖地的贴大字报啊。在这之后，由于严管啊，北京大学啊，实际上北京大学几乎已经是很难再贴什么大字报了。就北大那三角地，就旁边是所谓的100年纪念讲堂嘛。那过去就是有一个报栏，随便大家可以往上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啊、启示啊什么之类的啊。后来那三角地就给改造了。它就不能在上面贴了啊！你都搞成玻璃橱窗了，你要弄的话，你得放玻璃橱窗里，就是让大家不能在这里头随便贴大字报了。
结果在2018年的5月4号，这樊立勤呢就专程跑到北京大学的三角地贴了一张24页纸的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这樊立勤的毛笔字写的还挺漂亮的。内容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个人崇拜，他就讲当年老毛搞个人崇拜，下场看到了吧，是吧？搞一言堂给中共带来了多么大的这么一个灾难呢？紧接着他又讲，习近平现在搞的就是一言堂，搞的就是个人崇拜。当年老毛搞个人崇拜的时候，还有一点历史上的客观因素，因为老毛当时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共产党呢面对国民党面对日伪军的打击，所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但是你习近平现在搞个人崇拜呢，你没有任何道理啊，直接点名啊，说习近平的一小撮集团呢。第二，他讲到了任期制的问题，因为2018年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准备搞修宪了，没有人敢随便发言。结果这樊立勤就讲了，他说82宪法，邓小平讲过多少次，就是要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要尊重82宪法，搞这个终身制是要不得的。他这篇大字报啊，一共在三角地那个地方存活了10分钟。紧接着呢，那北大的保安就来了，之后把这个大字报全撕了啊。但是这个大字报呢的全文就传到了海外。樊立勤呢，因为他身份比较特殊啊，也年纪也比较大了啊，因为他邓伯方差不多同一代的大学生嘛，今年当时也都70多岁了，所以北大的那个保安也没抓他，就把他送到了北大的校门之外。但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我在想啊，其实啊这件事情啊，很多人肯定会把樊立勤这件事情联想到邓伯方，因为樊立勤跟邓伯方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嘛，又在当时习近平准备修宪的时候他这么搞，你想啊，肯定很多人会想到是邓朴方在指使樊立勤这么做。至于邓朴方是不是真的在指使樊立勤这么做，我不知道啊，但我相信有关部门一定会这么想。所以啊，邓朴方自从2018年9月份发表了那个讲话之后啊，很多人都预言他的下场可能不会太好。果不其然啊，就在今年的这个残联的换届会议上，邓朴方的名誉主席终于被搞掉了。怎么看这件事情啊？一般的解读都是说习近平是在报5年前的一箭之仇，因为邓朴方本身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暗示的手法来讲这个现在这种做法是偏离了邓小平路线啊。但其实更重要的内容可能还是习近平不希望他的权力遭受挑战，因为邓家现在在党内确确实实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邓小平的路线在过去的40年被大家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党内有许多人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所遵循的那一套内政和外交的这个体系是非常非常赞成的。对外要韬光养晦、闷声发财，对内呢就是通过发展以经济建设为核心，100年不动摇。但是现在这些话都不提了，包括邓小平南巡在深圳搞的那个画像，现在都被习仲勋那个画像给代替了，都被这个习近平的画像给代替了。那说明什么？就现在习确确实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已经完全背离了邓小平路线，党内的许多人对此也不满。那么邓朴方就成为了这一个象征。那么把邓朴方从残联的名誉主席这个位置搞掉，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也就宣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所执行的那一套的路线方针，到习近平时代算是正式终结了。习近平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理论呢，不再需要邓小平的理论进行指导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挺可悲的就邓小平当时在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动不动就说香港50年不变，动不动就说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但是当他死后呢，实际上他这个路线没执行10-20年，就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一个以人治为核心的政党内部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承诺，哪怕是最高领导人的承诺它的有效期、它的保鲜期也是极其短暂的。当后来的继任者上任之后大多数情况下就不再需要前任者的那些承诺了。但是这对中共来说，对这个国家来说，是福还是祸呢？那我们就不太清楚了至于未来的发展的前景来讲，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